他们都是寒门子弟，听闻崔氏来了书院，争相来和姑娘你谈诗论道的。你从小阅遍藏书，跟他们讨论一下，全当消遣。读得多未必全懂。嗨，以我和周生辰这般年纪的人，都不敢说读过的书全懂。北方的藏书数量以崔氏为首，你读过的书，许多连我都没有眼福读过。你若是能跟大家讲讲，对他们是一种帮助。先生这么说，我便去。我才疏学浅，只是占了家里藏书多的便宜。诸位只当闲话闲说，少聚一场。姑娘愿分享见地，我等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姑娘请。这下好了。头一次感觉到自己不是被簇拥的对象，什么感想？挺好的。你啊，日后定人跟我一样，惧内。什么惧内啊？好，厉害！在看射箭啊？想试试？去试一下吧。书院准吗？万人去。我是管事的，他是掌兵的，谁敢说不可以？他似乎很喜欢这个。很难得到人多的地方。我常年不在王府，多年来都是他的一个婢女和藏书楼陪的。如此说来，怪可怜的。你教的？我可从未教过他这个。是。你看到了吗？谁教你的？王府剑场空着，我左右无事，偷学的。准度看似不错，但握弓的姿势要改。来，准备。像阵风，轻轻地拂过，云等待着雨落，心中期盼的萤火，又有一个角落闪烁，是为你点亮夜空星火。我们书院的弓都是猎户送的，比不得你们王府的弓轻巧。应该早些提醒你，就不会拉上箭了。今后的伤需要人帮。我可以自己抹的。这个药需要以掌心搓开，方可见效。唉，只可惜我们书院全都是书生，没人能帮你啊。那能不能请贵夫人帮我一下？她不见外客。你们忙，我不打扰你们了。
你先自己上药，垫上白布之后教我。嗯。我好了。我刚才是不是说错话了？你指的是华夫人？嗯。过后我找个机会带你去见她。嗯。我琢磨着，再招待他们几人，也该和他们要报酬。夫人，你说呢？对，你猜对了，我啊，就是想要崔氏的藏书，那可是无价之宝。今日那群小子跟他论道，一帮人居然论不过一个小丫头。究其原因，人家崔姑娘读的书，天下难寻啊。他夫人已经……他们同岁，6岁相识，长到16岁成亲。2年后，汉军洗劫还府，我们夫妇2人抛下所有，带着珍藏古籍，远避西北大漠。他死在了荒漠里，而我痴心活着。进来吧。我娘子走前对我说：“怀玉，你休想给我立什么牌位。我日日在你身边，绝不会走。”所以没有牌位，我娘子她就在此处。你们坐，我去给你们倒茶。环夫人对环先生的承诺，成了环先生的信念，以此为生，了然余生。可见承诺的力量，对家人来说有多可贵。可
师父，师父怎么了？师父错了。我哪儿错了？师父说，人死了，留下的东西都是空的，除了伤心，并没有多余的用处。承诺，对一个将士来说，比生命还要沉重。我可以答应你，如果有朝一日我遇到什么不测，定会有人告诉你，我死在何时，死在何地。师父是百战百胜的常胜将军，定会长命百岁的。此处就是龙亢书院。回陛下，正是。给桓先生递过拜帖了。臣疏忽了。罢了。我给你们弹首曲子听。先生，有一位老者带着另外一位老者来了。语无伦次，重新说。一位自称南乡萧某的老者带着另外一位老者来了。只有2人，没侍卫。对，没侍卫。着常服。是，着常服。放莲。啊？我又不知道他是谁，自然要放莲。殿下，对吗？对。崔姑娘，猜到来者是谁了？敢把南萧称为自己封地，又姓萧，是南萧皇帝。要让他们出来拜见吗？桓先生的住所，只有学子求学，知己往来，无君，更无臣。老朽听闻书院有位西周来的贵客，不知桓先生可否打开纱帘，让我们见上一面？此处没有贵客，老先生是客，西周来的这位也是客。我这个人呢，最讲究一个先来后到。这位是先来的，你要问他自己愿不愿意见你。有道理。西周的这位客人可否出来一见？纱帘还没有打开，我与阁下可以当做从来都没有见过，这样最简单。可你在江陵城的事早就传得沸沸扬扬，尽人皆知了。传言不可信啊，可以说是刺史看错了，误判误传。如此办法，足以对外交代呀。可是，周生辰，你如何让朕不计较此事，放你回去？我和陛下都不希望南北开战。既然不想开战，陛下最好放我回去。可朕是皇帝，平白无故的放了你，恐怕日后想起来心里会不舒服啊。我是个老人了，年轻人，要懂得给老人家留点颜面啊。未经陛下准许，晚辈误入江陵城，望陛下谅解。赔罪要有赔罪礼啊。
你的赔罪礼是什么？既然陛下这么问，想必已经想好要的东西了。无耳。小文。你不怕有去无回吗？我与他父子多年，我了解他。他既到了江陵城，定不会空手而归，会逼殿下献出我。你快回去吧，这萧帝杀不了殿下，杀你却易如反掌。你是军师，末将理应保你性命。你又打不过我，如何保我？废话真多，快摇船！若能回来，我教你如何打赢我。过去看你是个和尚，有意让着你，你怎知我真打不过你？听殿下说，你可是武学奇才。哼，反正除了师傅，谁都拿不住我。他现在已经更名为萧燕，是南陈王军的军师。本王身为一军统帅，怎能为了自保，献出自己的军师呢？你从没怀疑过他，他可是朕养在身边20几年最受宠的儿子。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啊。我只想要回我的儿子。他是否想回来，还是要看他自己的意思。周生辰，你现在人在江陵城，不是西周，你就不怕朕老糊涂了，杀你泄恨吗？本王说话向来随心，在西周是这样，在江陵城也是如此。陛下，二皇子的事儿可以押后再谈。南陈王军在对岸驻军的事儿，早在境内传开了，如今已是流言四起，认为南北将再次开战。陛下若不想办法请他回去，怕是我们自己先乱了。你我不论身份，单论年纪，也应该是你礼让我这个老人家，是吗？老先生说的是。那请问老先生，还有什么其他想要的东西吗？我可以看看能不能给你。既是赔罪礼，应当由你提出。民女有一赔罪礼，早已备妥。崔氏藏书是前朝古籍，是中原战乱时我们家族以性命留存下来的无价珍宝。民女自崔家带出藏书的手抄本5600卷，皆是民女的陪嫁物，也是我的私有藏书。我愿代西周小南陈王赠陛下半数，但我只有一个要求：此书卷务必收藏于龙亢书院。邓晨，姑娘姓崔，哪里的崔氏？家母是北辰崔氏乌水房的崔三娘，也是现今家主。当年南萧曾3邀崔氏南迁，可是始终无法打动你们，只有一直前来，可是没有几十年又迁回去了，很伤我这个老人家的心啊。故土难舍，人之常情。